很多人在问如何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有些人会说金融理财，还有人会讲买房投资，还有一些人会谈到移民。我们说移民呢，它已经不仅仅只是获得一个身份了，它更多的与理财投资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而对于海外房地产一直垂涎若渴的投资人来说呢，移民无非是一个成为最好跳板的方式。同时买房与移民两者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在各国相继出台房产投资类移民政策的时候呢，是选择房产移民呢，还是移民买房呢？那是许多投资人所困惑的问题。另外，买房移民购入的房产真的是具有保值增值的投资意义吗？除此之外，投资移民还有哪些方式呢？捐赠、基金、储蓄、创业都是如何运作的呢？难道真的存在1分钱不花就可以投资移民成功的案例吗？视频开始之前呢，请大家记得点赞订阅我的频道，还要打开小铃铛，别错过每一期的干货知识分享。政府需要外国直接投资来刺激经济，无论是用于房地产市场当地企业和就业呢，还是政府证券或者是发展基金，这将使得他们能够将资金用于更多针对具体国家的项目，具体取决于呢这个国家和地区当时的具体需求。以下是最常见的4种投资类型。那第一种呢就是捐赠，获得公民资格最快捷的方式呢，也就是捐赠了。那几个加勒比国家的捐赠金额呢，它的起点都是10万美金起，马耳他的这个捐赠金额呢，最高可达60万欧元。因为马耳他是护照项目嘛，你捐款呢，政府给你护照，最简单、最直接也最高效。捐赠通常是最便宜和最直接的一个途径啊，因为你以后也不必处理维护、打理、出售房地产的这个问题。马耳他的话，你想欧盟护照的话，当年塞浦路斯的护照的话，加上律师费的话，大概投资金额的话，买房子2000万人民币的，那马耳他政府直接让你捐赠这个60万欧元以上啊，看你取决于你家庭人数，其实也是一个最简单、最快捷、最高效的一个方式了。有人可能认为呢这是浪费钱，但如果呢你可以通过持有第2本护照而节省100万美金的税款的话，那谁会在乎你浪费了10万美元呢？第二，房地产投资，大部分投资入籍计划呢都要求您购买政府预先批准的房地产，不过土耳其除外。这里呢我们后面会详细介绍啊，政府预先批准这几个字眼看似非常的正式啊，也正规，实际上呢这意味着投资入籍的房地产呢多少存在定价高于正常房产市场的交易均价。而且呢，部分购房投资入籍计划还是要向政府缴纳一笔费用，比如说政府会收取相关的政府费用，也就是类似于捐赠的这种概念和意义。例如，你可以在多米尼克投资22万美元的房地产，但你也仍然要为这个房地产支付相关的政府费用。在多米尼克呢，费用大概是2.5万美金，你要直接给政府。投资入籍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决定购买房地产，你得打算如何处理这套房地产呢？例如，在非常偏僻的地理位置上的话，你去买这个房地产的话，你未来的话，它是有一定的时间的限制，5年或7年之后，因为不同的国家给出你卖房地产的时间不一样，有的是5年，有的是7年。那你转售的市场在哪里？谁会接盘呢？本地居民如果很少去购买的话，那么接盘侠只能是下一任投资移民的客户了。当然呢，如果政府是允许出售投资移民房地产的给下一任客户的话，此下一任能够拥有投资入籍的资格的话，此时的房地产才具有流通的价值。同时呢，投资房地产还需要考虑几点因素啊，投资的项目到底是不是期房还是现房，政府交付上面是否有不好的记录，投资者资金是不是会被挪用，投资地产是否存在自然灾害的影响，周边地产的租金回报率到底是如何，是否可以将你投入的这套房地产商业化，用于短租的生意。很多呢，移民顾问只会告诉你投资房地产好的一面，但任何投资必定具有相关的两面性，风险同时伴随。专业的投资移民顾问呢，才会从多个视角帮你分析这个产品到底适不适合你。作为房地产行业出身的我而言呢，更加知道了开发商们在销售带有移民性质的房地产。那我也想跟大家多分享它的底层的逻辑和佣金的制度，所以呢，我希望你能够明明白白的规划啊，就不要再去入坑了。另外，所有的 CBI 项目在政府官网上都有公示的批准项目，非常清晰直接。项目的信息呢，联系方式呢一应俱全，感兴趣的可以自行 Google 或者你联系我呢，我去给大家一个项目的一个资料包。你几乎可以在土耳其购买任何房地产，不需要政府指定的房地产，只要你符合移民的投资金额在40万美金，你就有资格获得土耳其公民身份。土耳其的汇率贬值无疑是众多投资者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但神奇的是，按照实际价格计算的房地产价格实际上在一路跑赢
通货膨胀率。不仅仅投资者在选购房地产，更多的是本地人为了保值，在投资房地产，年收益6%到8%是有办法达成的。而且呢，跟大家说这个实际情况，就是在土耳其的话，一些好的地段的房地产的话，它在卖的时候，美金交易并不是里拉，所以大家一直诟病的里拉呢，是在一些不好的房地产的时候，那你去卖的时候你可以用里拉，但是好的地段、好的房子的话，它卖的时候都是美金计价。所以在这个土耳其市场呢，还有一个点就是它的 Airbnb 的市场，它的短租市场其实非常好。比如说在 Taksim， 就是它的核心的这个地段的话，你去投资房产，用于短租的话，你的收益率的话，往往是有超高的一个收益率的体现的话。如果大家想要这个收益率的表格或者是这个网站的话，大家可以私信我，因为我们运营了一批客户的房地产的一个项目，它这些投资的话会达到10%以上，因为我们是正常的房价。所以呢，在对的地方呢投资对的房产，额外附赠一个第二国的身份，这以投资者的心态来办理移民护照呢，是属于锦上添花了。第三种混合模型啊，大多数混合投资模型都可以在欧洲找到，例如马耳他要求申请人进行大量捐赠、购买政府债券、购买或者租赁房屋，并且在该国居住至少1年以上，才能跟该国建立真正的联系。当然呢，马耳他作为欧盟护照，它意味着它的护照更有价值，但也受到了欧盟本身的第三方监管。那这个体现在哪？就是马耳他它的背调的话，它是有3个背调的。第一个的话，它走的是英国的一个背调的第三方公司；那第二个的话，走的美国的 FBI；第三个呢就是第三方，也就是说，第三方的话就是可以查到很多客户隐藏的信息，比如说他在中国是不是有一些公司进行欠债呀，有一些税呀，他有一些黑的记录啊，所以不要小看第三方的这个机构的这个能力啊。所以马耳他政府的其实他无论是的永居还是他的护照，他其实都是通过这3方进行背调的。所以这个他的话，这个护照项目的话，我也就希望大家知道一下，它不是说任何一个客户都可以去做的。那整个的周期的话，现在的话大概有2年左右的时间。4、银行、债券和企业通过储蓄获得身份，例如在土耳其可以将50万美金呢存入银行3年获得公民身份，或者呢在土耳其创业并雇佣50名员工，通过这种方式呢获得公民身份。投资本地企业获得身份，在安提瓜投资至少40万美金，在圣卢西亚呢，您需要在当地企业的项目投资高达350万美金。另外，圣卢西亚呢还可以购买这个无息政府证券并持有一段时间来获得公民身份，政府保证在5年之后无息回报，全额退款。以上呢只是从投资方式来进行的对比，无论是简单粗暴的捐赠、花钱拿身份，还是需要一些经验加专业去判断这个购房拿身份，背后的逻辑都是类似的，一份付出一份收益只不过呢回报的是身份还是身份附赠的价值就因人而异了。感谢本期视频的关注，我们下期见。